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6年4月8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4月7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346.44，收盘价是346.65。在盘中最高价是在348.02，最低价是在337.24。那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11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在前一日 K 线最低的上方。当日的成交量是7189.11万股，较前一个交易日量缩。KD 值双线是继续下行，开口略有增大，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的下行走势在增强。MACD 双线也是继续下行，开口增大，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红柱。那这些信息说明股价的空头趋势在继续增强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4月7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呢，叫做含长下影线的实体小绿 K 线，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。它所处的位置呢，是在股价下跌的行进中。当日的这根 K 线，我们会看到它是一个跳空的低开盘，开盘之后，股价即出现了迅速的下行。那么下方呢，一直是到337附近得到了支撑，然后我们会看到股价开始震荡上行，并且呢，在尾盘我们会看到股价呢是被拉升，一直拉升到开盘价的上方。因此呢，我们会看到生成了一根绿 K。那么出现这样含长下影线的小绿 K 线，这样的线型呢，通常我们把它称作叫蜻蜓线。那么蜻蜓线如果出现在下跌的低位，同时抱有大的成交量，那这是变盘的信号 K 线，也就是在次日，如果股价能够高开高走，股价将会有反弹的走势。但是这根蜻蜓线的最低不能够被跌破，一旦它的最低被跌破呢，将会有更深度的下行，或者我们说叫回档。那么我们再来看当日的成交量虽然较前一个交易日量缩，但是相对于之前的交易日，这个成交量呢也是相对较大的。同时在这一波下行的过程当中，我们会看到成交量相对于之前一直是增量，因此呢这根 K 线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根变盘的信号 K 线，当然要取决于接下来一个交易日的走势。那么股价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收盘价如果能够站上它的最高，那么股价将会有继续反弹的走势。好，那么依据这样的一个 K 线线型，我们认为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，股价将会有一个反弹的走势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4月7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出现反弹，收盘价会在361附近。另外一个可能，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回档，收盘价会在350附近。而实际在4月7日收盘价是在346.65。那股价呢是出现了一个继续下行。那至于我们预测的下行回档呢，不仅在点位上相差较大，同时性质或者走势也是完全不同的。性质略有相同，就是收盘价在前低的上方，实际上这也为次日高开高走反弹呢，我们说奠定了一个基础。也就是出现止跌的信号 K 线之后，或者变盘的信号K 线之后呢，收盘价不跌破前低，同时呢再有相对的成交量，这些技术指标都支持次日的反弹。好，那股价呢目前是出现了这样的继续下行，所以我们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下行。那么收盘价虽然没有跌破前低，但是有新低的出现，所以呢我们要重新
定义一下下行的目标。下行的第一个目标，目前我们认为应该设定在这根止跌的信号 K 线的最低337。好，那么第二个目标呢，我们把它设定在325，就是之前我们定义的这个支撑位，也就是在2025年9月2日这根 K 线的最低。好，那么我们说337这个位置不能够被跌破，一旦被跌破，将会瓦解这个变盘向上的信号 K 线，那么股价将会有进一步的下行。那当然，第二个目标就是325。那接下来第三个目标呢，我们仍然把它设定在273这个位置。好，这是我们说日后股价的下行。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上行。上行的第一个目标不变，仍然是383。那么在到达这个位置之前，首先股价要反弹站上新生成的这根蜻蜓线的最高348，这是一个其实也和350整数关口连在一起，这是一个标志位，也是一个压力位。好，那么第二个压力位呢是367。我们之前的视频说过，4月6日这根 K 线的最高和最低将会成为日后股价走势的重要标志。那么这两个位置是目前股价能否反弹的重要标志，也是强压力。那么这两个位置被站上之后，股价才能够继续反弹，才有可能到达383。那接下来第二个目标就是396，第三个目标呢仍然是416。好，那这是我们说的股价日后的下行和上行。我们再来看观察位。前期视频我们给出的观察位是353，也就是前面这根 K 线实体的下沿，在4月7日，当然股价是一个跳空的低开盘，所以一直在它的下方运行，因此是收在了低位。那么到了4月8日，我们要给出的观察位是这根蜻蜓线的最高348，也就是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，在盘中股价如果能够在它的上方运行，说明是有多头力量的进入，股价将会有反弹的走势。但是如果是在它的下方运行呢，我们认为不排除股价将会在这个地方继续横盘，甚至是出现下行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目前我们有一个5%的多头仓位，进场的位置呢是在3月31日收盘价372附近，5%进场。那么之后呢，我们给出的止损位一直是守350整数352这个位置，也就是守这根 K 线的最低。那么到了4月7日，虽然是出现了变盘向上的信号 K 线，同时呢这个也有反弹的迹象，但是收盘价是跌破了352。那么从操作纪律上来说，这个仓位应该是立刻止损出场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多头。当然在这个位置我们刚刚说了，在这个地方是有变盘向上的一个信号，但是呢对于多头来说，在这个地方是不可以重新进场或者进场抢反弹的，因为有一个指标，就是当日的这根蜻蜓线的成交量没有抱有大的成交量，仍然是相对于前两个交易日是量缩，所以说呢，在这个位置对于多头来说不具备进场抢反弹或者进场做多的条件。好，那这是我们说的多头。那么这个刚刚我们说的在这个位置进场的多头仓位，我们在日后将不再继续跟踪。但是呢，如果想要承担更大的风险，或者想要做长期的这样的一个投资的话，那么我们认为可以继续持有，也就是说逢低再去买进。好。
那么这是我们说的多头。我们再来看空头，空头目前要守的位置就是前高348到350，包括上方的367。那么空头现在的目标就是337，因为跌破这个位置，股价一定会有进一步的下行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4月8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348到350整数关口。第二个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在362附近。第三个压力位是367，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。第四个压力位是379，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。第五个压力位就是383。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，首先到来的支撑就是337，第二个支撑我们取325。那么第三个支撑呢，我们取300整数关口，是在这个位置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4月8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4月8日我们给出的预测是分先后顺序的。第一个，可能我们认为股价将会有反弹的走势，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高开盘或者是跳空的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348，上方最高会到达365，收盘价会收在359附近。那如果出现这样的反弹呢，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或者是跳空的高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348的，满足了这两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反弹。第二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将会有横盘向下的走势，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低开盘或者是很小幅的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350，下方最低会到达341，在这个位置。那么收盘价会收在342附近。那如果出现这样的横盘向下，它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350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横盘向下。好，那以上呢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6年4月8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